这一集我们到蔡先生这边来，就高古陶瓷以后啊，近代陶瓷成化是一个高峰，后世要怎么去仿，青山代要想仿怎么样？今天的认知来讲，都是很难再超越，或者很难去模仿。大家有幸今天在蔡先生这边陆续的我们会拍了几集，就是成化。那我们是从小杯子开始讲起，这两个青花我们看它不像是平等青它也不像是苏麻离青那么深邃的颜色那可以见这个青花是从苏麻离青跟平等青两个配伍使用的就比例来讲所以它介于苏麻离青走向平等青的那一个过渡时期。上次我讲到过，他不是说成化6到9年之间是普遍是用2种青花配混料使用的，对，所以产生这种颜色。到9年以后，大部分都使用平等青，以平等青为主。对，成化的修胎，这个有口沿一般来讲，这个到雍正乾隆已经很精致了，但是它要修到这么薄，没有那个毛边的话，是不容易的接下来我们看3件高足杯，这一件比较常见的，故宫也有台北故宫这个就比较多。那另外这个山鱼纹我一乍看我以为这个是釉上彩，结果用高倍这个望远镜一看，确定是釉下。首先看这一件这个青花也是用苏麻离青跟平等青配合用的那这一件比较也可以说常常有看到的博物馆或者拍卖也有看到这种花卉这应该属于栀子花了那成化的就是你要看到口沿很薄很利的这个也是鉴定的一种条件之一了这2件一个是比较高，那个成化的高足杯是器型有这样，一个比较矮，一个比较高。那这种器型大部分都是画的是葡萄纹杯了，像故宫就有好几个葡萄纹杯的。那这种是属于瓜瓞绵绵瓜瓞绵绵。对，它这个就是子孙满堂的意思了那这一件为什么刚才郭董说是认为是釉上彩？因为它的颜色烧得非常红在成化的釉里红里面，那烧这样红也是不大容易的事情除了在永乐的釉里红它烧整个釉烧的樱桃红烧得非常漂亮。那宣德也有这个山鱼纹到了成化以后的朝代，明朝以后没有看到釉里红的山鱼纹，没有，不好烧。可以这样子灯光一看，好像在水中的自然的在游一样。在水里面游。再下来，这个非常稀有的啦。这3个器型在成化的罐子里面都也是少有。这个字是标准的，讲成化的款那个辨识从孙银洲到那个台湾的刘良佑，他们对成化的这个官款，他们的述说确实是很一致。孙银洲讲的就是大明成化年制这几个他辨识的那些标准用字第一个大上面不能够大字尖圆头飞高，
啊，再下来呢？诚字撇印直到腰，好，哎，你看它的这个培印纸哈，这个还有都是非常标准。画字人笔平为头，就是说他的人跟这个匕首这个匕哈，两个是头是齐的哈。好，你说这两个是几乎是齐。对，头上的。那么刘良佑他针对这个哈，他的讲法是这样，他这个匕首的匕是稍微高，高于这个人。哎，我有注意细看，确实很多的是这个，要么是平，要么稍高，都有。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诚字3点头肩腰，他讲这几个哈。不是100%，但是可以说80%不离谱。对，但是你看那个诚字撇印直到腰，讲这句话，你故宫那本书有没有？刚才拿那本蓝色的书，它很多就不是撇印直到腰，所以说那个款不是一个人写的，他早期、中期、晚期的姚公是仿照成画笔记去写的，对，当然是有的写的比较像了，有等于说标准款呐，他都跟着标准款。但是有一个他讲的最后一句是吧？诚字3点头肩腰，这个头肩腰这3点哈是几乎都有这种现象，你不是头就肩就是腰哈。刚才讲置之一横不越刀的话，大概有90%是这样子，但是故宫的里面很多还是也过刀的，但是少了。那么再下来，这个罐子中间有一个孔，这个10之8九是蟋蟀罐，小蟋蟀。皇帝口袋里揣着要去斗蟋蟀，是蟋蟀罐是画灵芝，如意，希望能够斗蟋蟀斗胜啊！哦。这边要讲的是我刚才看的这个药罐哈，就是成化有一个材叫做姹紫，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姹紫哈，但是姹紫的话，不是每一件紫色都叫姹紫，那姹紫的像这个就叫姹紫哈，这个地方讲姹紫，它是铁跟锰的结晶釉哈，这个姹紫在成化里面才有，任何朝代都没有，所以你要看到姹紫的话，可以断定它是应该成化官窑没有问题的。在故宫以前，我记得好像这个刘良佑曾经讲过，他们的有一件斗彩，像铁锈一样的拿去洗，怎么洗不掉？结果放在一起看，它不是脏东西，它反而是一种彩，这叫做姹紫，就是这种姹紫。所以这一件是很标准的，你那种讲法，看起来很像脏脏的。对，看起来脏脏的，尤其底下也有。对，没错哈。结果它是原彩啊，它是天然的彩，真的是姹紫在里面的。对，它也是无意中烧出来。那么，因为这个成化时期是非常珍贵所以我们这几集就把它浓缩，就是比较小，每一集只放个7、8件这样在下2集，我们大家会看到那个落花流水，落花流水，对，那个是非常有意思。